1910年，在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创下了有史以来到达最难点的记录。但是，在错误地计算了返回最近的补给站需要多长时间之后，随行人员的食物都已经用光了。伴随着疲劳和绝望，他们的希望转向一种强行进军片的药物，它有助于减轻饥饿值并延长耐力，归功于其两种成分的强大组合：可卡因和非洲可乐果的提取物。服用药片后，该小组得以前进并到达安全地带。那么，来自西非的神圣食材可乐果是如何进入沙克尔顿的应急包的呢？而同样的可乐果和可卡因的组合是如何进入数十亿人每天饮用的饮料的原始配方的？可乐果是可乐树的种子，一种原产于西非热带森林的常绿树。长期以来，可乐果一直是许多社区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伊博人中，苦味果被称为众神的食物。在他们的家中，有一种习俗是通过打破种子和共享叶片来迎接和致敬嘉宾。在约鲁巴社区中，可乐在许多宗教仪式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婚礼、葬礼和占卜。可乐豆含有高达 2.5% 的咖啡因，约为咖啡豆浓度的2倍，以及微量的可可碱，一种结构相似的化合物。这两种分子都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产生警觉性以及增加流向肌肉和肺部的血液等作用。正是这些特性可能导致可乐在西非传统医学中长期使用。但是，可乐果的也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早在10世纪，西非的各种团体就使用它作为货币，在撒哈拉沙漠购买俘虏。在16世纪，该地区的葡萄牙和非裔葡萄牙商人同样将种子交换人，然后把它们卖到跨大西洋的奴隶。到17世纪，可乐果进入了美洲。巴西的口述历史中记载，被奴役的人们曾将种子藏于衣发之间，偷运过大西洋。奴隶主得知可乐果具有提神功效后，常将其用作压榨工具，提供给受奴役的劳动者，以迫使他们在强体力劳动中持续工作。但是，在牙买加、古巴和巴西等地，许多被奴役的群体设法自己种植可乐果，使他们能够保护和继续实践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19世纪后期，可乐果引起了欧洲和北美药剂师的关注。在没有太多证据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种坚果含有无数的药用甚至改变心灵的特性。很快，药房的货架上摆满了含有可乐的补品、巧克力和润喉糖。它与可卡因来源古柯叶的提取物相结合，制成了沙克尔顿的强行进军片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供应给英国士兵。1886年，亚特兰大药剂师约翰·彭伯顿使用同样的强效组合，创造了可口可乐的原始配方。他声称可口可乐可以治疗头痛、消化不良和阳痿，作为17世纪第一波从船上带到这个区域的东西。尽管有着辛酸的历史，这种茶只是可乐果文化保护和纪念的有力象征的一个例子。